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本季大侦探规则升级，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与玩家每人可投1票， 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案，无处逃警探与其助理小核查在巡查过程中，突然听到码头警报被触发。什么？码头那边又发生了警报拉响的事情。在2人抓获在场的可疑人员后，众人便一同前往码头查看情况。进去看看，却发现真法则死于码头堆场集装箱内的密闭铁皮箱中。啊，没有鼻息了。这不是我大哥吗？头部右侧有肿包，右耳渗血，疑似颅内出血而亡。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当晚闯入码头的5人当中，他们分别是何少爷、张小哥、大推拿、勋仔、李老板。遇袭的那天，张打了针的头。真法则的一个病历表啊，他已经非常脆弱了，已经有人记在心里了。导致针内出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今天来呢是要运送我们家的货物。我来码头是找人的，我其实是偷渡过来的。5人今夜来码头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哈翅南飞的警报系统一旦开启，将全方位的灯光扫射，不能待在一个箱子里面5分钟以上，因为这个会死。移动的话，你只能用30秒钟移动。凶手又是如何躲避警卫灯的扫射，并杀掉真的呢？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那这个粉是什么呢？芒果街美美裁缝店定制花粉。你知道改衣服的时候把那个衣服就是画一下，然后再剪吗？我知道，这个就是那个。那跟你的职业有啥关系呢？反正我就是我自己家里的。我们其他人没有跟这裁缝店有交集，是吧？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一次出现的信息。好，那关于一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我先简单讲一讲码头的一些构造。好，它这个码头的正对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海，中间的话还有集装箱。码头的话呢，是一共有3个门嘛，就1号门、2号门和3号门。它每个门前面都会有一个电子的显示屏，它会显示就是警报已开启，警报一旦开启的话，码头就会变成貔貅，因为它就只进不能出。所以说一旦警报开启的话，人在里面他就出不来。我们是在里面被你们逮着的。是的，对。所以我们是在警报响起之后，我们几个人就在这个集装箱里面来回窜。对，你们在窜的那一瞬间嘛。然后呢，当时还有一个天气的预测，在当天会有潮汐活动，所以呢很容易发生海水倒灌。集装箱可能会进水啊，对。然后我在其中某一个集装箱那边呢，还发现了一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不是你家的箱子呀？就是何少爷。然后这个箱子已经空了。对，就是它那个里面那个蛋已经不见了。请注意，这个箱子是3号集装箱。然后我这边有那个图嘛，我之前里面集装箱的一个构造，你就把这个图就画一下，一会儿就是侦探那个分析的时候，我们可以照着这个图来。这是之前里面集装箱的一个构造，但是后面我们看到的时候，这个集装箱其实已经被打乱了，被挪到了上货区。对的，不在原来这个堆场了，而且位置已经打乱了。现在我们要做2件事情，一个确认一下真死在了哪个集装箱里，另外还要看大家在这个几次黑灯的过程当中，大家移动的路线，移动线，移动路线挺重对要，盘一盘。这里面有人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因为我遇到过章。哦，而且我还曾经在某一个集装箱里感觉到了海水的倒灌。我也有，我也感受到了。那这个箱子的位置变化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位置变化应该是我们找到你们之后。对，非法闯入，非法闯入。来，乌尼西尼亚看到了，非法闯入有5个非常可疑的人影在那边晃悠。就是要把这个箱子都移走才能够发现你们。那所以现在这个箱子是第几个箱子呢？全乱了。全乱了，现在就不知道了。我再补充一点信息。好，我先去的真的房间，然后真的房间的墙上首先有一个黑法则的帮规。然后有一个公知信息，就是在这个 HFL 这个帮里当上老大，他就叫法则，所以当时的老大是黑法则，就是小黑的爸爸。对，后来真当了老大，所以他叫真法则啊。然后这个是在真的房间嘛，是他们的这个帮派以前的一些这个规则啊，前面就是不能结交外部势力，暗中帮外人，然后绝不因贪图利己而残害兄弟。第3条是绝不觊觎法则之位，破坏家族传承。他把这个给划掉了，就是说迂腐，谁行谁上。所以我就想到刚才你说你的朋友，他在海上遇难了，是不是也跟他有关系？然后第4个就是绝不挑战帮派底线，私沾面粉，他把这个也划了。他说有钱谁不想赚？等于前法则是好的，但是真法则他上位之后他改了，对。然后他下边有一段自己写的话啊，说这群老不死的，自从黑法则死后这9年来，我带着兄弟们赚了多少钱，你们还总在背后逼逼，我只能搬到夜色宜人会馆办公了，等于他把办公室放你那儿了。哦，所以我的那个给他包起来的包厢，他把那儿变成了办公室了。对，因为他的帮派的人不服他。也就是说，他对他其实没有意思，他没有跟他那个什么。没有，我们2个没有。哇，你总是能找到点哎！你这条线拔得很死哎！早知道我还跟那门口拦啥呀？哎，那会不会其实你心里真正有的是他，只是碍于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接这份情感？承认吧，女人。会不会也有一丝丝的可能性？你回头看一下他真挚的眼神，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心。爱恨就在你说你的心。哎，把那蚊子捏出去，把那蚊子捏出去。然后这里有一个交货点的地图，黑法则不搞面粉，那我去搞。终于呢，我找到了运输渠道，以海钓为名碰头，所有擦鞋的都将为我所用。所以等于你爸是被他们扶持起来的，不要把那个放在鞋里嘛，所以才能当上这条街的，所以才能当上这条街长事儿的嘛。那他爸为什么会同意这个事情呢？好问题，这里有一个各种的交货点啊，就是各个地方都是他安插的这个交货点，唯有芒果街是一片净土。然后我就发现了真法则跟何老大的一个协议，
哦，有。但是这个协议其实是被撕毁的。然后我跟小何把它拼起来之后，甲方承诺帮乙方打通关系，由乙方担任芒果街的话事人，且不再对芒果街实施任何形式的侵犯。乙方需听从甲方的安排，秘密完成除芒果街以外的 G 国的面粉运送工作。然后双方是都摁了手印的。所以等于他爸只保了芒果街的这一条以及芒果，对，但是运输这一块全是他爸来做。如果是这样的话，按道理来讲，就是小玫瑰应该拿不到这个面粉，对不对？对啊。对啊，因为我父亲他要做的就是保证芒果街的干净，所以可能小玫瑰买的是出口的鞋。不，就也许表面上感觉芒果街很太平，但实际上因为真破坏了约定嘛，他也是把这个协议给撕了。对，等于他不同意了。还有这种交易，所以他爸爸现在对他爸可能后来就知道反悔了，就不想做这个，对，就谈判来了。由不得你哦，明白了。退出约定嘛，明白了。然后呢，我又发现了他的一个病历表啊。临床诊断是患者因头部遭受重击非常脆弱，建议出院后静养休息，做好头部的保护。2月20号，就他那天打的嘛。对，因为19号受的伤。备注：如有呕吐的不良症状，多喝外星人电解质水，以补充电解质。必须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就说你放在他那个烟袋儿。是的，应该是长这样。是的，哎，你没看到里面有没有黄色粉末？它里面就是你的那个烟丝儿，但是整个都是黄的，它可能混了一点黄色粉末。应该稍微掺进去了一点。应该掺进去了一点，有一点，然后就是这个扳指，这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这是现场的，包括他的耳朵有血迹，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对。然后有一个是因为他头部有包嘛，然后把这个头扒开之后，它里边是有血迹的，但是从外面看，头部外面是没有血迹的，所以应该是颅内出血之类的。因为从外面看，头发上是没有血迹的。怎么能做搞成颅内出血呢？他拿那个高尔夫球杆打。是看到了一个高尔夫球杆嘛，然后因为它是一个那个铁盒子嘛，其实这个球杆是在那个铁盒子的外面的。一个集装箱，然后是这个空间，然后是一个铁盒，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呢，上面是沾了红色的。后来经核实发现，其实这个它不是血，是这个外面这个盒子上，就那个箱子上的一点点掉漆。这应该是打斗的痕迹，是不是？或者是撞击？是这，是因为这个。不是他也是就重击了那个上面吧？而且重点是，请大家注意，那个铁盒子是封闭的，对，是小何踹开的。他是不是密室杀人？这个得弄清楚。对。然后在里面，那不是有一堆石灰吗？生石灰粉，这怎么是湿的？生石灰粉，生石灰粉，生石灰粉。石灰扒开，在那个集装箱的内壁是有一些些的这个裂缝，好像。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过去研究一下它是干嘛用的。然后这个是它旁边有个枪嘛，这儿有一个锁和2个子弹，枪里已经没子弹了，就是他用子弹把这个锁给打开了。说明他是主动进去的，他要进去，真主动进去，想要拿某种东西，但是没想到死在里边了。那所以那个铁盒子不是封闭的，那为什么我们打不开了呢？它里面是有那个，它里边有生石灰进水之后发热，对，然后所以水蒸气可能气压了，热气在里面，气压压在里面，然后所以里面气压大了，然后潮水起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伪密室了啊。还有就是我发现了一个他的手机，这个手机的屏保叫势在必得，
然后打开是他的手机密码，这个我们也没破解开，这个可能一会儿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破解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还有一个这个遥控器是在他的裤子的兜里，这个遥控器上面有一段话啊，这个挺关键的。警报系统遥控器说明，若需启动警报系统，先按启动键，再按数字设置扫描次数，设置轮次全部结束后，可再次开启。所以这个启动键是在他手里的。这个警报系统跟他是咱们岛上的警报系统啊。哎，可是他怎么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进去啊？就是今天这个局是怎么就变成这样的？这难谁呢？这数学题啊！高考了，反正难不倒我们小何啊。中间基本上是这样。然后我们不是一开始启动了航拍吗？航拍的时候发现了你们每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当时我们发现你们的时候，发现你们的时候有5个人，仪是在的1号箱子，然后这里是何大，3号是勋，4号是张。这个是我们发现你们的时候大家所在的位置。5、6、7都没有人现在。啊，所以现在就是真死那个是5、6、7，不一定，不知道是哪个。这个要后面慢慢去找。只是它不会在3，因为3号是我们家的那个集装箱，就是我放那个宝物的那个是3号集装箱，这个我可以确认。那现在来看的话，好像大家的移动轨迹或者是时间点就很重要了。我能问一下大家，在当天的一个集装箱的这个行动轨迹是什么样？哇，那得先从最先进去的人开始说吧。谁是第一个呀？8点40勋到的，勋先说。我8点40到。这个时候我是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去上了趟厕所，然后9点从卫生间回来。9点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非法闯入的生意已经开始了，等于整个系统已经开启了。然后第一次黑灯的时候，我去的那个厕所在3号口附近，所以我是从3号进来的。非法闯入，非法闯入，非法闯入，非法闯入。就是我一进来发现我出不去了，我出不去了之后，我现在只能躲到7号箱。你从7号去了几号？7号只能去6号啊，别的他去不了。对，非法闯入。其实黑灯的时候只能走一格。对。然后呢，6号之后你又去了3号，然后再下一次去哪儿？2号、1号、2号，又回2号了。3号。你中间有遇到过谁吗？我中间在3号遇到了甄法泽。3号你去过2次，你是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了？第一次嘛，对吧？第一次。然后他拿枪抵住了我，然后我通过这个扳手亮了，我觉得是甄法泽，他让我把东西交出来，我说自己什么都没拿，然后他将我的全身搜了个遍，然后让我滚。你在几号的时候感觉到海水来了？1号。好，接下来到的就是谁呀？是我吧？你是几点？我是20点45，从2号口进来的。你就一直在里面没出去是吧？对。那其实你比勋早。你9点开始，你在几号？9点的时候，我刚到4号集装箱。非法闯入，非法闯入，非法。然后那会儿就开始要亮灯了，我就觉得不行，这太危险了，然后我要离开。我就想。我要跑到最近的箱子，就想跑到5号，之后从那个2号口直接再出去。然后呢，没想到我到了5号集装箱之后，发现2号口的门被锁了。我就想，那我就直接返回去，从1号口再出，我就往回返。然后我就到了4号，到了4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甄法泽。刚进去的时候，他已经在里面了，他拿枪抵着我，他说你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些什么，我店里有遗漏的物品，就是我们运货的时候，所以我来码头看一看。他就不相信我，他就对我搜身，说以防万一。然后呢，他就什么都没有搜到，没有搜到之后呢，他也让我滚。
对，因为5分钟之后他们都不能待在这里面。对，然后呢，我正常是应该往3号跑了，但是呢，真法则这会儿往3号跑了，那我想，那我就不能遇到他，我就又跑回5号了。5号了。对，我想等他走了之后，我再往回跑。然后真去3号就遇到了勋。好，接着说。然后我去5号的集装箱躲起来之后，我就等下一波的时候，我就想那个他估计走了，我就直接准备再往回跑，我就跑到了4号箱。又去4号了。我又往回跑了吗？来回跑到了4号箱之后呢，我又跑到了3号箱。跑到3号箱的时候，对，锁是开的，估计是刚刚那个针打开的，但是呢，不一会儿里面已经涌入了一些海水。第7次，我就跑到了2号集装箱躲起来了，我就听到有人进来了，那就是勋啊。他在找东西，然后等他走了之后呢，最后一次，第8次，你就去了1号，我就往1号箱跑，在跑的过程中灯亮了，完事儿了。哦，你也是在过程中啊？对，就最后的过程中。大呢？我47的时候，我从码头的2号门进去啊，进来之后发现没有人，没有巡逻的，然后我就往前一直走，到了57的时候，我到了3号集装箱，然后回2号嘛，我就出去了嘛，然后在去的期间，我还看见了一个发光的东西在移动，就是他那扳指啊，在哪个位置移动？我在往2号出，那就45吧，45附近。对，后来9点，不是突然间那声音就响了吗？然后我就感觉我2号口封了，我出不去了，然后我赶紧就2号口最近的是5号，我就进5号了，然后我从5号去4号了，然后又接着黑灯，我进入3号，然后接着是黑灯，我进入6号，6号的时候呢，我好像听见有人跑过来了，然后我担心那个有人抓我，是不是要抓我？发现我什么了？然后我就赶紧找了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空箱子把自个儿罩住了。我就听见外边翻东西，翻，然后反正好像他离开了，我就赶紧跑了出去，然后接着我又进入了7号，然后又到6号，又到6号，这时候6号的时候海水来了，然后我又进入到3号，然后接着我往2号跑的时候，被你们叫住了。就这么个路了，对，接下来应该是张，我是8点50从1号出口进入堆场，然后没人看守，我就开始挨个箱子找，我先找了1号、2号箱子，中间没有遇到别的信息，等于9点非法闯入的声音开始的时候，我在2号跟3号中间，然后就黑灯的那30秒，我躲进了3号。非法闯入。我从3号开始，我计划从3号出口离开，第2次黑灯我来到了6号，第3次黑灯来到了7号，看到3号门已经关了，我就只能留在这里。4次黑灯的时候来到了6号，他来到6号的时候就是大感觉到有人来了，于是大把自己藏起来了。他遇到这个人是张，对，我会在里面找东西，但是5分钟不够搜完，而且你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遇到的，对，那个是不知道的。5次黑灯我来到3号。3号开门后，有人背对着我，我说我抓到你了，然后一回头，微光下我看到是何少，但是他没穿披风，也没戴墨镜，所以他不是偷蛋贼，而且我告诉他我也丢了东西，我在找小偷，他说我也丢了东西，我在找小偷，然后这个时候我检查了他身上没有能藏弹的地方，我相信不是他。6次黑灯我到了4号箱，涨水了，也就是4号箱涨水了，然后7次黑灯的时候来到了5号，然后再回到4号。到我错过了第1次跟第2次的黑灯，因为我是9点10分从2号门进的，所以呢，我一进来直接就先去了5号，非法闯入。接下来我跑到了4号，啥也没发现。你跑到4号的过程中，相当于是第4次黑灯，第4次黑灯啊。然后呢，再黑灯的时候，我去了3号，我终于到达了我原来放的这个集装箱的位置。我发现锁被撬开了，皮箱也空了。然后这个时候，有人从后面抓住我说：“我逮着你了。”我回头一看，居然是张。接下来我去了2号，这个时候涨水了。然后我又去了1号，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我从1号刚跑到2号的门口，灯亮了。我觉得啊，第5次黑灯的时候，它只有可能在2、4、6，对吧？然后2，它不可能，是因为勋，你说你没有看到他，除非你尾随他去了。没有。4是移在那儿，他也没看到，所以呢，
他有可能是去了6。对，在黑灯的时候他只能回3，可是他又回不了3。我想问一下，他是在涨水的那一次死的，还是涨水的前一次死？我觉得应该是涨水前，因为涨水那一次以后它就发热了。现在关键是他到底是在第几轮死的？因为如果勋和仪没有撒谎的话，那只有可能往6走。如果去了6，大就排除了。因为如果大要在这一轮杀他的话，下一轮他不能出现在6了。是的。你看啊，他如果是在6号死的，那大和张都不可能，因为大和张上一把在6号，所以下一把他们不能在6号。那我也不可能了，因为我在4号，我跑不到6号。那么3个都排除了，只有仪在5号更过不去，勋在3号有可能，那就只有可能是勋了。而且他撒谎，就是他没有去2号，他去了6号。如果是死在涨水前，对，就必须是对，他如果是死在涨水的时候，涨水之后，对，因为他涨水之后那个生石灰发生反应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是在7号死的。因为他如果去了6号的话，他下一把只能去3号或者7号。3号箱我们已经排除了，那里面有那个空的盒子，且我判断里面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就是没有那个铁箱子。那么也就是说，他死在7号了。他如果死在了7号箱里面，那么没有人有可能了，因为我们谁都过不去。这里面应该是有人撒谎了，等于有东西没出来，对吧？关键是那凶手怎么能判断他动线呢？就是他怎么能判断他要往哪儿去呢？那就前提是每个屋都有生石灰。我觉得生石灰跟作案没有关系，是一个偶发事件。生石灰是因为有了水这件事情，这个门会被堵住，就说明凶手在那会儿已经出来了。所以呢，他必须在那之前作案。对，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现在遇到真的人隐藏了这个信息。还有一点，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间有一个时间点，其实是真改变了自己的路线？对。我们躲在屋里的时候30秒，我们体感没有办法判断，我们以为只有30秒，所以我们赶快在这个时间，我们以为只能去这儿，但事实上他自己重启，对，重启了之后，所以他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所以在他就不会是死局了。对的，也就是说，从第5轮的时候，他从3号，他可以不但去246，他也可以去175。那他那个头是人为的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就是那个高尔夫球杆打。高尔夫球杆打的不是7吗？如果你打的话，他的头发外面肯定会有血迹啊，他是没有的呀。不是，颅内对，他不是球杆直接打的头。那他怎么死的嘛？其实我感觉会不会就是因为用它锤这个铁箱子，但是真的头是挨在这个铁箱子里边的，所以它不是直接敲头。隔山打牛啊！这劲儿也太大了吧！先投吧，你们俩去吧，加油吧，走吧，走吧。也并不快哈。
谁到摊上一数学题呢？我先说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说刚刚我们不是盘了2套逻辑嘛，一套逻辑的话呢，就是真他用过那个重启键，把中间的时间可能由原来的30秒延长到了60秒，甚至更长。一个是他没有用过，那就是按照原来的就是5分30、5分30这样的跑，对吧？那我是根据我们最后让它亮灯的情况下，我们在那个监控上拍下来的，也就是这张照片，它显示的时间是9点39分20秒，那按照这个最极限的时间算，最后一次他们警报还在亮灯的这个时间段是21点的39分到44分，也就是说，对于没有中间增加过任何重启的话，这个东西是符合的，反而是如果说中间是重启过的，增加30秒的话，那他们这个就要往后延了，那它这个时候反而可能是黑的，可能是。既然它那个时候是黑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中间确实延长了。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对，让那个塔台把那个警报器给关了，然后把灯打开。他们动机都是啥呀？和就是他觉得他爸的这个受伤，给他爸报仇，对，给他爸报仇。张的话呢，就是那个，他是他小弟，他动机好像没有哎。那个要抓他，但是又不知道是他。对啊，我觉得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对，他现在还没出来。大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他当时发现小黑其实是因为那个把他干掉的。他就为那个小黑报仇嘛，为发小报仇。对，发小报仇。然后姨是为自己小姐妹报仇，小玫瑰。然后勋是为了远走他乡他那朋友报仇。对，李嘛，小李。好，投吧。盲挂一个好不好？盲挂一个。可以，好不好？可以，我觉得就是他值得这一票。我也觉得他值得，他值得这一票，反正无所谓。是的，第一轮嘛，也没有办法具体的来锁定，对的，你反正从动机和那个时间线上，它都是有可能的。他的比较大了，就他了。那你这样子，你去放可以，我觉得可以，因为这样瞎猜也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厉害了。是的，数学题都快做出来了。来吧，来，嫌疑人，看看你们兜里都有什么？要搜吗？对，要搜一下身。我没有。搜一下张。呀，他这个是啥？啥呀？小孩儿。他就是金发碧眼。啊？他不是一直在染他自己的那个头发吗？张有一个把头发染黑的染发膏，然后他还有一副黑色的美瞳，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外国人。你是纪国人。ZC I'm from here. I'm from here. 他是真正的外国人。Cool. 我纪国人，对。我妈妈是芒国的，我爸爸是纪国的。等于就是一个混血。他是不是有东西？我这有一点。他肯定有。看有什么？咋开呀？这玩意儿？你这包咋开？太贵了，不知道咋开。是这样的呀。这有什么不能开的呀？呀，这啥呀？开锁神器。我。为啥呀？神器，你要开啥锁呀？你把这个放进去试试。3、2、
2、1，魔术，魔术，你也有。这个，哇，开锁神器。好了好了，你再看这儿也有，人均1把呀。你的呢？我没有，我也没有。你们仨干啥呀？你要开啥呀？我开那个我找蛋呀。皮鞋帮拿蛋。找蛋我得去拿东西开它呀。那是你偷的。对，那个3号的蛋57的时候被我找到了，然后我就藏在5号。你把蛋藏到5号了？对。你呢？这个呢？我也找蛋。你要找蛋干嘛呀？那你这个呢？我不是知道那个他们有那个面粉的那个生意吗？德家的皮鞋，鞋跟撬开了之后，发现里面真的有面粉。嗯哼。你看我那个衣服，那个滑粉滑衣服那个，我把那个滑粉磨成粉了之后，然后我想把真正的那个面粉给调包，让何老板感觉到其实是什么甄老板就换了货啊，怎么样这样子。哦，让他们起内讧。对，让他们起内讧，黑吃黑，所以我就带了这个。9点是第一波黑灯嘛，但其实8点45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然后我直接就去了3号箱子。我拿这个开锁神器把那个3号箱子的锁打开了，然后发现里面那个蛋里面有面粉，然后我就把那个面粉调包了。所以你拿走的那个是里面是滑粉。哦，不是，可是他让我去拿那个，只是为了多要一些面粉吗？那你的行走路线还是那样的吗？还是那样，只是多了一个。我8点45去了3号箱，所以我9点的时候去了4号箱嘛。哦。那其实你的是开了什么？我也是开了那儿的。咱们3把锁开着一个东西。我也是开了那儿的，我也找蛋。你这是开锁神器啊？这就是开锁神，跟你那是一样的。你这是什么呀？侦探，他这是什么呀？哎呦，有粉儿，这什么东西啊？错。嗯。快点的，什么嘛？就是一些粉末，白色粉末。走，再去熏的空间找找吧，看还有什么线索吧。你今儿怎么这么沉重啊？有这么多隐藏的秘密，熏的秘密这么不能说吗？熏仔在哪儿？熏仔在这儿。这里会有什么吗？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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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字儿了。西西岛拘留证。拘留？谁被关了？涉嫌纵火、毁坏他人财物的犯罪嫌疑人熏仔（括号男），那就是你。啊？且该嫌疑人身份为偷渡客，需依法遣返回国。我其实是偷渡过来的。经调查确认，该嫌疑人持有有效证件，拘留后可予以释放。
这下又赔进去了，这下又赔进去了。哦，交钱了，交钱了啊！你等于买了一个身份是吗？说吧。这个小李呀，他不是被杀了，不是被杀了吗？然后我就给他火化了。哦，纵火。然后这里边装的是，那是骨灰啊！啊，小李啊！小李是有这么一点骨灰啊？不是，原来是有一包。然后嘞？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落叶归根的故事，就是我要把小李的骨灰要带回去。他说能把我遣返国，因为毕竟这个西西岛这块还可以大赚一笔，所以我就花了钱把他把我放出来了。我在芒国的时候，我听说就是特别好，到那儿就是能挣钱，是挣得特别快。到这边之后呢，我非常失望，想去正经打工不了。剥削人，总是被抢劫。他们知道我是外国来的，不敢报警。但我要是不赚着钱，我不可能回去。我现在想办法把小李运回去。啊！当年我来到这个西西岛的时候，小李算是比较支持我和比较信任我的。这一次我跟他借钱，他也是唯一回应了我的那个人。我知道站呢是要从这儿运到芒国，我就想把这个骨灰放在那个蛋里，就托运吧，相当于。回国见。那个蛋里面有面粉，然后我就把那个面粉调包了。你倒的是小李？不是，我倒的是他放的。不。我比你早5分钟去。我是45进去的。我40去把小李放那个蛋里了。我打开那个蛋，那个蛋是空的，蛋里没有粉末。我带着小李走了一路啊。然后呢，我不是放完之后，我不就上厕所去了吗？9点多的时候发现警报响了。非法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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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闯入。警报响了，我说不会有人把小李给偷了吧？啊！然后我就一格，我就又去了第3号嘛。小李已经被偷了。那小李在哪儿呢？现在扔哪儿了？我扔在那个1号集装箱的门里边了。这是我小兄弟。那警报最后响，你们要抓人了，我以为那个是面粉的嘛，我就害怕，我就扔了。啊，那小李还在1号。对。那我到时候去芒国1号就能找到小李。能。那我想请问一下，真来干嘛呢？他来找蛋，真来找蛋。我又去了3号的时候，遇到了真法则，他让我把东西交出来，我说自己什么都没拿，然后他将我的全身搜了个遍，然后让我滚。那他就是想要蛋。那就是要蛋。这个势在必得是什么意思呢？我发现了一个他的手机，打开是他的手机密码，这个我们也没破解开。啊，在这儿，势在必得什么意思啊？他要找那个蛋。爱个。哇哦 ！Chicken。啊？有鸡就会有。对呀。鸡下蛋呀。鸭也可以下蛋呀，鹌鹑也可以下蛋呀，有好多呢。哦。这蛋啥色啊？黑色 black。black
爱个爱个爱个。开了，黑蛋啊，真的是黑蛋。黑蛋啊！我来看爱个。黑蛋大姐，黑金、黑钻、黑蛋，这消费降级啊，朋友们！来啊，看了啊！聊天记录。不重要的好心腹，老大，按照你的吩咐，弟兄们在芒果街零元购、打砸抢、洗刷刷保洁公司，煽动街边乞丐吃霸王餐，需不需要再乱点？不够，继续。最近岛内查得严，外面的面粉生意不好做，把芒果街变回垃圾场，方便行事。他要搞芒果街了。这个是1月20号，就是上个月对。2月25号，不重要的好心腹，我打探到皮鞋帮紧急预定了一个集装箱，明天要运回芒果。再查，我要知道货是什么，就我要弄那个蛋回去嘛。26号，不重要的好心腹，老大查不到，只有一个皮箱，说是贵重物品。8点半送进集装箱，11点出港。废，今晚我要亲自去，给我去码头踩点。老大，码头的巡逻队被我叫去喝上头水了。插翅难飞警报系统的警报遥控器也给你弄来了。听说配合警报有一套一定能抓到人的办法。老大你要小心，我打电话跟你细说。所以这个遥控器为什么在他手上？信息。好。侦探，那儿有个快递侦探，夜色宜人门口。啊？好。哦，真的耶。飞毛腿儿。哦。你们那开锁神器，朋友们。我这。哟，这蛋回来了。蛋为什么会回来？我的妈呀！哎，还有封信呢。还有封信。哇，我好紧张啊！老大，经调查，黑法则曾托好工匠打造了2颗一模一样的黑蛋，你让我查证的就是其中1颗。多方打听，相传当年黑法则有私生子，目前行踪不明。为什么你觉得是他呢？为什么我们家会有一个呢？不重要的好心腹，老大。那一天，张把他的蛋作为武器打了甄的头。后来这个蛋呢是被皮鞋帮拿走的，张也看见了。当天晚上我就拿走了之后，就按照要求，连同这个毛线包一起放在了什么夜色宜人的这个第5个垃圾桶内。我知道了，这个就是你交给 The Gentle Dawn 的，他说不是这个。哦，他说就是说这不是那真的，对吧？啊，真的不是你祖传的。那就是你。他不是金发碧眼吗？哎，那咱俩是？不是，咱俩没关系。一模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家会有一个呢？那这个蛋是黑法则，一个给我，一个给小黑，对吧？所以小黑的蛋最后到了你爸手里。黑法则跟你爸认识吗？黑法则跟我爸不认识吧？你是芒果人吗？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颜色的头发呢？
我爸是小黑。哦，不可能，不可能。你个头！你的爸爸跟黑法则应该是好朋友，你们两家是世家。小黑不幸之后，可能他把这个转送给了你爸爸，你爸爸给了你。啊？他爸爸跟黑法则是好朋友吗？黑法则那时候他爸还是个擦皮鞋的，他爸是后来跟那谁混起来的，所以就是客户嘛。爸这条街不是很有声望吗？一个大老板的这个故事互相欣赏，然后就一起成长了。但他有一个，为什么我父亲觉得蛋可以保平安呢？这个很奇怪。去蒸那儿看一看。走。哦，这是真的屋啊？不是，这是我给他包的那个。哎，这儿有个东西。哦。HFL 新人入帮仪式。这都谁是谁啊？这是黑法则，黑法则小黑，这是真啊，这是真。有字儿。当年为了堵住在场的何老大的嘴，跟他做了交易，没想到他还留了一手。做了交易？什么交易嘞？现在想拿这个作为铁证来威胁我，绝不可能。我必须拿回这颗蛋。这颗蛋能证明什么呢？就是一种世袭制的一种地位。就是认蛋是吧？对。就是跟那个丐帮见这个打狗棍儿，见打狗棍儿，如见帮主是吧？拜拜。它是一个标志，所以它能保护你们安全。啊，老大 ，Black Egg。这个 HFL 到底是啥呀？就黑法则嘛。哦，就这个。啊。黑凤梨。黑凤梨。那这不是黑凤梨吗？对呀。像不像？哦。黑凤梨，这是黑凤梨。是凤梨。黑凤梨。但是这个蛋不就证明是只传孩子的吗？哦，对他们帮规就是有家族继承。对呀。已经被他破了。对，被他破掉了。被他破掉了。迂腐，谁行谁上。现在想拿这个作为铁证来威胁我，绝不可能。我必须拿回这颗蛋。这个蛋不就证明是只传孩子的吗？为什么我们家会有一个呢？哦，你有可能你就是小黑。哇！你根本就不是你爸的，你爸根本没孩子，没孩子，他领过来的。你其实是你爸。就是你爸留了这个蛋，还留了黑法则的孩子，才会让真的们害怕。你是那留的一手。对，你爸其实是黑法则。得嘞，让我们共举杯。想想不要。你们让他想想，不要强迫他接受这些。我是15年前从芒果来到这儿的，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不能是小黑，我认不出来吗？对呀，我没有理由失去我的记忆呀。我跟你讲啊，很简单，小黑就是被真给做掉了。真不知道他有一个私生子，他觉得只要把小黑弄走，就是出事故，就没有这个家族传承这件事了，就只能传给别人，那就是他。但是我父亲目睹了这一切，我父亲把这个蛋藏起来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只要有了这个蛋，就可以在 HFL 说上话，可以保这条街的平安。但是呢，并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个蛋在张那儿。是小黑一个，私生子一个，所以做了2个嘛。这个蛋被我父亲拿着了。是的，对。对啊，我不是小黑。真的视角里边，他是19号，我扒窗户意外的扔了颗蛋进去，把他砸晕了，他才知道说所谓的留了一手，对吧？对，因为他看到那个蛋了。他看到蛋了，他以为是小黑的蛋，然后后来鉴定了又不是，或是假的。这2个一模一样的，他怎么能分辨出这个是假的呢？非法则打造了2颗一模一样的黑蛋。他那是不是原来蛋里面应该有东西？你不是把那个蛋扔到5号去了吗？对，我从这个 HFL 赶到今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皮鞋帮啊会把那个蛋放在这个3号的集装箱。哦。抱着蛋往回2号嘛，我就出去了嘛。然后在去的期间，我还看见了一个发光的东西在移动，就是他那扳指是吧？扳指啊。9点不是突然间那声音就响了吗？然后我就感觉我2号口封了，我出不去了。然后我赶紧就2号口最近的是5号，我就进5号了，我就藏在5号。你把蛋藏在5号了？对，走，你去找，你藏的在5号。OK， 开看我的墨镜。5号在哪儿啊？5号？那只要找到了就知道那个是5号喽。一个铁架子是一个集装箱是吗？对。是不是这儿啊？哦，这里面只有面粉哎。啊？那这是1号箱。这是1号。1号箱。小李。小李啊，这是小李啊。小李。来，赶紧带他回家，带他回家。还没受潮，没受潮，没潮。不是啊，还可以，没有被泡的。是不是这个枪？哦，在这儿，找到了。哦，斗篷。好，他的斗篷。这里还有一个蛋。眼镜啊。有东西。这里面起码有点粉末吧？啊？你放的滑粉？你怕什么呀？你自己放的，你躲什么？我放的。这俩蛋一样吗？这俩是一样的呀。侦探明察秋毫，你看一眼这2个蛋有什么区别？来，我看一下。手感你看看有什么区别？真法则。这是个弹头，对不对？哦。啊？那一共不就2发子弹吗？对呀。什么哪年打的呀？就是当年杀小黑的时候的罪证。这是他当年的证据。对，他的罪证这是。我父亲目睹了这一切，我父亲把这个蛋藏起来了，他知道只要有了这个蛋，就可以保这条街的平安。哦，好可怕！来掰开看看，这里头
这里它的滑石粉，滑石粉，好了，开了。还掺杂着一点小礼。对，明明是个很悲伤的故事，被我们毫无尊重。别吹了，来，万一你吹的是小李呢？啊，好，那就还原了这个东西。这个是5号，然后那是3号。153。朋友们，刚才我们说这个上面就是铁箱子外面的这个高尔夫球杆上面的红色是油漆，不是血迹。对，而且他头部也没有出血，头上有包，疑似颅内出血而亡，说明他不是直接击打的他的头部。啊？那么我刚才在想，有一种可能性，比如说，凶手用什么方法，已经知道他晕倒了之后，他靠在了这个铁皮箱子上，然后打这个铁皮箱，这应该打斗的痕迹。对，隔山打鸟。因为铁皮箱有震动，震死的，震他呀！因为他本来脑子就不好，他受到这个震动就这么，哎，我跟你说，就本来就这么打一下也是疼的呀。行吗？对，能，对，能，而且这个铁皮它是传声的呀。咣！但是这得确定它是非常是贴在那儿，甚至都贴出痕迹来了，他才能知道它是在那个地方。对，他能知道吗？那我也懂了。涨水了之后，这个石灰一遇上，它就困在这里了。对啊，它活着且出不去，因为它死了，你没办法确定。它活着且出不去，他活着且出不去，且人是固定的。不，人不一定是固定的。我人在这儿，你怎么隔山打牛？我必然是这样的吗？对。我可以叫你，我比如我在这儿发出声音，他就会侧耳来听嘛。你要在里头，你比如说在那边，我要叫你，你过来，我告诉你蛋在哪儿，你就贴着这个地方贴。我当。所以耳朵才出血吗？对。那也意味着这个人凶手还得之前来过这儿，对，知道这里有生石灰。一是他知道生石灰，二是知道他脑袋有病啊，对，还知道他在里边儿。对。那就是之前跟他相遇过的呀，知道他会往这儿走的。那他怎么能确定他再来的时候他在这儿呢？他比如说遇见他了，然后他后面可以引导他来这屋。那如果他没遇见他呢？没遇见他，这事儿就发生不了呀。本身生石灰也不是他准备的嘛。关键涨水这件事也是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就不是蓄意要杀他，就碰到了巧合。所以他只能第6轮发现涨水之后，他知道这里面会有这个情况，他才能第7轮跟着针一起来到这儿。可是你按理来说，第6轮已经涨水了，这些石灰已经开始生效了，下一轮他已经推不开这门了。就虽然他把这个钥匙打开了，但是针可能已经推不开了。哦。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一定是这个生石灰的水造成了空气顶住了这个门，它才能把它困在这里面呢？他让针进去之后，他跟针一起来到这儿，针进去之后，他把门拴住，针不就出不来了吗？然后针在里面找嘛，他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关了。针发现出不来的时候，针可能就是拍，就是说帮我出去什么出去的时候，他根据判断针在哪再打。你要这么说，那就跟涨水没关系了。涨水是告诉我们这个人的时间线，涨水证明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可以进的。那就是按这个说法来说的话，就是从第六轮以后，再没有任何人实施任何行动了。有可能是第5轮，也有可能是第6轮，都有可能。第5轮、第6轮，2号、1号，我就跑到了4号箱，又跑到了3号箱，我又进入了7号，又到6号。5次黑灯我来到3号，6次黑灯我到了4号箱。我去了3号，接下来去了2号。但是如果你是隔着这个打的，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呀？不是，你要按他开门锁那个，他还可以再开，他听着没有动静，他再打开再确认，打开再确认一下嘛。我觉得这样，他直接给他干死多好啊！对呀。咱们现在已知从一个箱子到另外一个箱子是30秒，对吧？那他调完这个之后设置是变成60秒了，还是变成90秒了？这非常重要，这取决于他一次能跳几格。对，我们去找找线索吧，再去。我不知道那信号塔能有啥。重操旧业啊！真好使哦，我没事。好消息！好消息！灯塔的钥匙来了！灯塔的钥匙来了！来，给你。我还想练练我手艺呢。你回头再练吧。开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啊！啊，微缩的。朋友们，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灯塔很大，所以呢，等于就是这个后台的办公室在这里面。可爱了，微缩了，微缩，好可爱。马上就没电了，赶快看。插翅难飞报警系统后台，本系统可通过警报遥控器设置扫描次数是1到10，一旦设置成功后，仅可通过后台停止。啊，它是后台。对，就是有那个记录。第5轮之后停了一次。对。它从22分30秒开始，亮灯5分钟，就是27分30秒，对吧？27分30秒之后，于是它再灭了30秒，所以就变成28。它移动了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它移动了一下，这30秒之后，其实这个程序就关闭了嘛。对。30秒之后，它又重新开始，到28分30的时候，这1分钟它可以行动。就是它就比我们多走了1格。对，其实对。28这个程序就关闭了嘛。那它第5轮还活着呢。走吧，我们去讨论一下吧。好吧，讨论一下吧。走吧，把小黑板写起来。
我们试着盘一下真的行动路线吧，我觉得。好的。我们想一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走这个箱子。非法闯入，非法闯入。在3号遇到了真法则。到了4号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真法则。我想请大家注意，就是真他的这个不重要的好心腹给了他这个遥控器，并且跟他说：“我给你打电话说一个你一定能抓到人的方法。”抓人？他的目的到底是要逮人，还是要走遍所有的箱子？对，找蛋。找箱子干嘛？他要找蛋吗？还是说他已经发现这个蛋不见了，所以他才找人了？首先是这样，他不觉得蛋在箱子里，因为蛋在人身上，他觉得，所以他会拿枪指着你身上，他要搜你身。搜完你全身一遍，发现没有的时候，告诉你滚。他再去下一个地方，他又遇见了继续堵人。逮人就是逮蛋，是有人带着蛋可以到处走。他怎么知道有人带着蛋到处走呢？到了57的时候，我到了3号集装箱，那个3号的蛋就被我找到了。抱着蛋往回2号嘛，我就出去了嘛。对。然后在去的期间，我还看见了一个发光的东西在移动，就是他那扳指啊。你转移的时候，他看到你拿了，其实他见过他见过那个扳指，然后他就一直在堵你。合理吧？合理。所以不从3找啊。那么这个警报系统里面有一个逻辑，是你一定可以在多少步里面遇到一个人的。因为现在是所有人封闭在这个园区里边嘛，等于说他不结束这个游戏，其实是出不去的嘛。对。但其实能走的空间一共就那么多。所有人啊，你定了你是偶数之后，你就只能偶击偶击偶，这样来走。对，相邻的一定是相反的。对，相反的啊。但是你跟这个人要碰上，至少你们的基偶要相同。对。其实这样就是，比方说啊，我就一直在1、2这个角躲他，而真一直在找我。那么他没有找到我的话，只有一种可能，你在1，我跟他是反的，就是他每次到2的时候，我正好在1。对，他每次我到2的时候，他正好转走了，就是他跟我基友对不上，他才能永远逮不到我。对。那7一个1一个5一个，他就3个人他就遇不着了。如果他一直跟他们岔开的话。所以这个人也在走，我也在走，他到底这个决胜的方法是什么？我是觉得他的这个逻辑是以5局为一轮，中间有一个开关，加上一个开关一次，就是等于他能走2步，然后再加一个5。要把这2种都走一遍，他就一定能碰到人。对，原来是偶击偶击偶啊，对，偶击。他现在可以偶击偶击偶击偶，5次是真设定的，他觉得他一定可以找到他要找的这个蛋，这样就能决定他的动线和他为什么在第5次之后他改变了设置，他要在那一次多走1步。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抓人的方式的核心就定成中间这个三角，2、3、4、6这个大三角。真以偶开始，他去找一个人的话，我大概就在这几个核心区，边边角角我先不用去，因为我在核心区一定会遇到所有在里面跳路过的人。你看，咱们这样啊。真找人的方式，比方说他现在想逮一个人，我演他想逮的那个人啊。如果我们俩都是偶数的话，他从这儿，我只能是从这儿开始，对吧？偶数就那么多个，来，咱们开始走。我不能走这儿吧？第1步我只能走这儿，要不然就撞他了。来，你走第2步，2步，第3步我还是不能走这儿吧？他把中线卡死了，明白吗？如果我们俩直接就抓住他了，对吧？我走3，对，他走1，我只能走1。我是想一个
离他远一点的，就5步，我5步肯定是抓住他了，对，肯定抓住了，而且是肯定是不管你是哪个偶数，就是真走的是2的道理跟4、6是同理的，对吧？等于在他刚才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逮着2个人了。就是他俩。对，熏和对。我明白了，是5人的逻辑，对吧？所以他的那个，所以为什么他的一个能必胜的方法？哦。你走奇数呢？走奇数就你刚才就逮不着我呀！你看我从1、2、3，对，所以我必须跟他是一样，控一轮。对，就比如说他到第5次，他在2了啊，然后他重启了啊，重启了他不动，他知道系统停了，但你不知道系统停了，别人不知道，所以他在2，在1的人就一定会跑到2来。啊，这个合理，对吧？他只要在这，他继续他再这么走就行，他只要停一格。对啊，他只要换，然后换完之后他的走法不用变，他还在中间三角用，你自然就会来撞他。就所以他这个方法是能把所有人都遇见一遍。是。所以现在他想要做的事情，按刚才说的这一把，他会去2还是去4？然后他下一轮他要变。他现在是这样，前面有2个，对吧？这是4，对吧？4前面一定是3。这个对，一定是就是偶数夹的一定是3，他不会到边角去找人的。对，第5次，反正不是6就是2嘛，因为4他去过了嘛。咱把哪个是水的那一轮标出来？6，这是前5嘛？对，他从这儿改了他的方向，他这里多了30秒，他去了哪儿？他这一把，如果他想要改变变成偶数的话，他就要么没变没动。就是他现在有2种选择，要么是不跑，要么是跑2轮，对吧？那他就是不是留在原地更符合常理一些？第6轮的时候肯定是2、4、6嘛，对不对？2、4、6这3个房间，其中有一个是案发现场。但是2或4的话会跟我跟张撞上，去6的话会跟大撞上，所以这3个人一定是有一个人撒谎，对，2、4、6。其实重点怀疑的就是这3个，大张和了，对啊，他俩反而是摘出去了 ，OK 的，因为他必须换一个奇偶数，对吧？洗脱嫌疑了。好，那现在我们就盘大张。和对，有谁知道他受过伤？患者因头部遭受重击非常脆弱，把这个头扒开之后，它里边是有血迹的。谁受过伤？我不知道他受过伤，我怎么知道他受过伤啊？张知道他，张打过他，把他头打晕。所以就只有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我知道这事儿，只有张知道了。那好像现在你的嫌疑比较大。他是什么时候脑袋？我砸的呀！等一下，你是知道的，因为你父亲是当事人之一嘛。我父亲中了枪，他头部受了伤。对啊，对，你是知道的。你不知道吗？我是不知道的。所以就目前情况来讲，你跟甄法都没交集是吗？对，没有太深的交集。就是他看见你拿弹了，他要堵你。但5号的那个弹是带弹头的吗？你拿走的那个弹？对，
但是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只是说，因为我那个不是告诉我货不对嘛，然后我是只是要去找那个是挣钱的嘛，更多钱的。那你是看到弹头了，在5号的时候？我肯定看见弹头了呀。那你就知道了是他杀小黑，为他报仇。我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真杀了我兄弟这件事儿的这个过程？对。不是弹上不是有个弹头吗？有弹头不见得这个弹头就是小黑，他一直在帮忙找这个蛋呢，他不知道那个蛋跟小黑有关系。对，所以他其实没有杀鸡，目前。而且如果说真是那个当，然后要找我要收尾款的呀，我把他直接就把他杀了的话，我也没那个也没找到，那个我也没给他呀。你是求财对吧？对呀。张，你是没有杀鸡吗？对，我就是抓偷蛋贼，抓偷蛋贼。可是你要找的是大，对不对？我找的是墨镜披风男，这是我的目标。那你没有要杀他的动机是吗？没有。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私生子。那你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身份，把头发染了，把眼珠子画了，生活在这里呢？就是怕人认出来嘛。那说明你其实是知道的，你就是不想让别人发现你是这个种族的人。张如果知道自己是私生子的话，那就是杀父之仇。对的，这个动机是很强的，对的。我是这么觉得，这2位嫌疑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杀机没有直接浮现，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大知道了他的好朋友小黑是真杀的。对。而他更没有杀机，是因为他不承认他已经知道了他是黑法则的私生子这件事情。对，他也不承认这个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说他不知道，他不承认他知道真法则做了什么。对吧？那这里面这3个里面，唯一有点杀机的是我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大学生，我现在还在读金融专业，我现在的梦想就是要离开这里去芒果做皮鞋。我怎么突然吹牛？为什么？忽然间。就在19号的时候，我父亲遇袭了，同时真法则也遇袭了。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只要我保护好这个蛋，芒果街就没有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甚至不知道这个蛋到底有什么含义，我也更不知道我父亲卷进了面粉的交易，所以我的动线很清晰，我就一路在找蛋。那图在那儿。我俩换个思路，如果他们这里面有人撒谎，他能怎么撒谎呢？就是他们仨现在的这个行动路线。大，你去7号之前去过6号，你知道6号里面有石灰粉，因为你从6去了7，然后你又回了6。而且他有万能钥匙，他能开那个锁。接下来他去了7之后，他发现那个上面的那个门关上了，然后他又返回到6，然后正好真在6，所以他可能因为他知道里面有什么石灰粉啊什么的，然后可能有这个思路，所以才把他给那个了。反正就他一个路线是最成立的，对吧？对。哦，明白。你是说我之前打开过，看见过里头有那石灰粉？但是我觉得石灰粉这件事就特别有点幽默。不是说，我不知道第6轮我能预测到来那个什么那个潮汐啊。我就看着地上有石灰粉，我就预测2局之后10分钟之后马上来潮汐，那个是不是不可能是这样吧？其实这3个人里边。就是比方说，我们仨中间有一个人撒了谎，然后呢就是2、4、6这3个房间，其中有一个是案发现场，在我这发生是4、4、5、4，
是这么一个动线，对和是212，对吧？然后如果是大在这儿做完了之后是632，它跟我们的不一样，整个走线其实反映着人物当时的心态和他想要去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我应该啊？什么叫？就是如果在6做了暗，你想离开的远一点。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这3个嫌疑人啊，有一种逻辑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他要避嫌，他不要往那边跑，所以就会是大的嫌疑比较大。那就再见了啊！对，我和张的嫌疑比较小。对，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对，所以呢，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回去看一眼。其实我反倒觉得他回去的可能性比较大。对呀。就是212或者是454，反而632就不大，因为你那一下你不确认说那一下就能把他打死，而且同时凶手也不知道说在第8轮的时候会结束，对不对？那个是我们发现了之后的意外。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不确定他一定会被打死的情况下，返回去看一下，再走，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心态吧。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怎么会用唯一的2发子弹去开那个箱子？哎，我看门口有2个。哇！应该是他拿枪把这个锁给打开了。对。所以也就是说，他如果是要找人的话，他看到谁会被他杀掉，而不是他先动手。他有子弹，他对这个人还没有杀机，真跟这个人的关系也很奇妙。是按照他的逻辑，他前面5轮一定是找人。对呀，在人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他才会变那个重新启动。所以在找到人之前，他不会去用那把枪，对不对？对，因为他只有2发子弹，他不能乱打呀。对呀，也就是第6轮碰到某个人的情况下，那个人告诉他说，但就在这里面，他才用出了这个子弹。对。不合理呀！我如何让你相信这个弹在里面，但我又没钥匙？对，我用什么样的话术可以让你把2发仅有的子弹弄在这把锁上面？首先是我不可能，我是拥有者的话，我一定有钥匙。你拿枪怼着我，我必须得给你。就是如果他是跟我来说，我也可以直接跟他说，在5号，你跟我过去啊。咱们如果说开放性思维哈，就是真那么大个一大老板，然后就是拿枪那个解决一切，对不对？他自个儿不会弄个那个万能钥匙，哎对，也是有道理。就是咱们现在卡不就卡在这个，他为什么拿这个枪去打那个锁，就那么愣？是不是他性格就是倔？就干什么事就必须得拿枪解决，晚上睡觉都不关灯，直接打灯泡，梆梆。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方式，它起码是找人优于找物的逻辑，对吧？对，他要找人为主。就算我们要找，我们也先找到说知道在哪儿的人，然后再去找这个物。但是他最后的行为却是找物优先于找人了，对吧？我2发子弹我都不要了，我就非常笃定这东西在这儿。大家注意，咱们在一个屋里边搜东西的时间是5分钟，一个箱子其实搜不全嘛。但如果他留在原地，中间停了1分钟，然后再加上他拥有2倍的5分钟，其实他拥有11分钟搜的时间。拥有11分钟跟拥有5分钟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没有可能是第1次的时候已经把它打开了？哦，有可能。所以真法则没有遇见凶手，他没看到凶手，他就开了2枪，就自己在那儿。对。然后他下一轮凶手来了，就遇水之后，这个生石灰会把这个门堵住，就跟真说，我就放在这儿了，就在那石灰堆那个位置，你过来，我跟你说具体在哪。他头靠近铁皮的时候打他，是有可能的。
嗯。其实我有一个点，就是我跟他的话，你在前面的时候谈已经在同一个房间里边了，就是第二我们在6号房间见过。我的世界里边是我进去了没人，道尔是说外边有声音，那个时候你现在想他能在哪儿？铁箱子里。还真是哎，然后但是问题我能在哪儿？他那仓库不挺大的吗？我没有，我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纸壳放到后边。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我从如果是我把他给杀了，然后我从6、3，然后我要去找我的蛋，因为这个是我的兄弟还在这儿的。就是我那个所谓的那个，我因为小黑把他杀了的话，对，然后我要是弄完之后，是不是我会往5走？就是6、3完了之后，我不会往2跑，我会往4跑。你不会往4跑，因为你知道这个门锁了。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取这个蛋呀，因为我知道小黑这件事儿了。然后呢，我觉得我已经把他杀了，那我回去再跟我拿这蛋去，我得有唠头啊，就是这个东西，有个念想。那对呀，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对不对？对，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他的威胁他的人已经被他杀了。对啊，所以证明不是他没想去拿蛋，他不知道蛋意味着什么，他不觉得这个蛋对他很重要吗？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说这个蛋是他的杀人凶手。确实没啥杀机哈。所以现在何是从人设上以及他的这个动机上把自己摘除了。对。然后张现在的问题是他必须得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现在不承认他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对，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知道这件事情。对。然后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觉得其实他也是来找蛋的，他跟他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我是觉得动线还是比较重要。从最后就是从第6轮之后的7、8两轮的这个动线，那张和大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是倾向于其实回去看一眼这个更像是凶手。那我先投吧。走嘞。首先呢，我们已经锁定了2、4、6这3位，那么我不是，所以呢就集中在大和张他们2个人身上。他们2个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杀机都还没有那么显现。但是我刚才被大的这番话是打动了，因为他如果是想要报这个小黑的仇，他要去杀他的话，那么杀完之后他不应该往2走，他应该往6、3、4、5这么挪动，因为他要回去把这个属于小黑的黑蛋把它拿回来。张呢，他没有显示任何的杀机，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奇怪，我把这一票投给张小哥。现在何老师的那个排除比较厉害，我只能赌一把。我们张哥对不起了，我投了你不应该，但是没辙，就这样。老大老师，纠结呀。就简单再复盘一下，前5轮呢，他一定是利用基友的方式，然后想要去碰到跟他基友数相同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前几轮的话只能够碰到黎和勋，他也确实碰到了。所以在第5轮的时候，他又设置了5轮，所以一定是他想要继续去抓人的逻辑，而不是去看完所有的集装箱。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变到另外一边，那就是接下来在第6轮的会可能去到2、4、6。那最后锁定的是张小哥、大推拿跟何少爷。我目前是觉得何的话拿到蛋对他来讲差不多也就够了，所以最后大推拿跟张小哥让我选一个的话，我其实更加倾向于去选随便
现在让我这个勋仔给你分析一下。首先跟何少爷来说的话，他也不知道杀了真就会完全保护那个结。何少爷主要的动机是要找这个蛋。那现在我只能2选1了。今天这个案件，从行动路线来看的话，我们首先排除了疑跟勋，因为重启装置这件事情，如果前面是他们俩其中任何一个的话，就没有必要重启装置这一步。然后就锁定在了何大和张这3个人中间。就目前出现的信息来讲，我认为真是看到了这个人拿的这个东西。且他追不上这个人的脚步了，他必须要把这个人锁在这个空间范围之内，他才要启动这个装置。那么在启动装置的时间点内，何并没有在这个区域内，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就锁定了大跟张。那么张现在唯一有一个问题，可能他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如果他整体从这个点去隐藏的话，那可能很多的东西他都可以去说谎。那假设说他没有说谎，那么大从综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比较成立的，因为我觉得大在看到小黑蛋的身份的时候，产生了很浓的这个杀机，所以我觉得大的证据是比较多的，我推他。就是你啦。今天最后所凶在我何少爷和大推拿之间。站在我角度来说，肯定知道我不是了。那我就目前已掌握的证据来说，和存在的逻辑来盘的话，我这一票还是投给大推拿。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时光机》第5案中，谁是杀害真法则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他们是尹老板、勋仔。获得1票的玩家是何少爷。谁投了我？第1票吧，可能。因为第1轮呀。因为第1轮你很像，因为你很亢奋，就感觉他啥都知道哈。对，半个小时。我多努力呀，在帮侦探。是很努力，但是露凶相了。好，随便你们怎么说吧。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推拿和张小哥之间。大推拿和张小哥互投了对方。哇哦，不意外。侦探的第2票投给了大推拿。哦，助理投给张小哥的话，我的点是在于他本身是这个帮派的人，他有这个印章，他可以取信于真。我投张小哥吧。张小哥。哦，行了，2票，一人2票了。尹老板投给了大推拿。那肯定的啊，这就认定。我每次都投他。认定了，何少爷投给张小哥。哇塞，又不可能，3平。好，你票很关键了。怎么最后我这票根本不重要？怎么弄成重要？勋仔投给案发是在6号集装箱的话，那大其实是去过6号房间的。
然后是676这样。倒吧。大推拿，大推拿4票，请进铁炉。大老师，对了吧？应该对了吧？不是你吧？我感觉你有点高兴的按耐不住了。啊？大推拿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本案检举。是的，我就是本案的凶手，大推拿。呀！成功。成功啦，终于成功！哇塞，最终还有3比4啊！哇！可是怎么会有杀机的呢？这件事儿特别的神奇是在于，其实要是说起来，我并没有真正去杀他，一切都是阴差阳错的啊。首先，你说那咱俩都在溜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躲在箱子里头？我没有，我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纸壳儿，搁在那儿了。我不知道那儿有一个箱中箱这件事儿啊，那是完全不知道的。哦。然后咱们这位真特别神，因为他不是一直想找那个蛋嘛，那个石灰粉那个标签啊是夜光的，就那个生石灰粉是发亮的。对，因为咱们那个箱子呢4边写的，中间是亚克力的，它能透着看见一点点亮光，他以为那个里头有蛋。他就开枪打掉了那个锁，他自个儿进去的。他自己打完之后，那个海水是自己涨的，都是他自己干，是自己冲进去的。冲进去之后，那门是自动弹进去，他把自个儿锁在里头了。那个石灰就越来越高，他把自个儿快闷死了。这一切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来了之后呢，我也没有发现他在那儿，他先敲的。我听见声了，我说谁呀？然后我看见大奔这儿了，夜光的，我就感觉是他。然后呢，我发现那边有高尔夫球杆，我就从盒里拿出来。然后呢，我说你过来听，果然是这样，就是这样。说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他离我越来越近，我就是冲着那个打了一下。请问你的关键线索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条，我当时因为打完之后，我赶紧把那个条塞我兜里了。后来我藏在了2号那个箱子的下边的后边，上面写着高尔夫球杆是运到第6号仓库的。哦，啊，原来是这样一个故事。对。好，来送上勋章，来。累了充电，来评外星人。有请阿外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谢谢你，来，我们怡有一个，谢谢，我们张有一个，谢谢，我们勋有一个，我们欣有一个，剩下的人木有，哎呀，木有，羡慕，厉害，大小盒，对不起 ，I'm sorry。是。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动感地带芒果卡提醒各位侦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有惊喜。谢谢。好悬啊，差一点儿。就这事儿。什么声音啊？有什么？还有后续。我得委托一件事儿啊，皮鞋帮能不能把小李的尸体运回去 ？HFL 帮派把小李给杀了，求求你了！你是说他的骨灰是吗？对啊，可以啊，当然，这件事情交给我们。落叶让他归根了，而且我们以后就是在纪国绝不会再销售任何有面粉的高跟鞋了。太好，也希望这个小玫瑰在天之灵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啊。放心吧，我们侦探会继续努力的。没问题，相信我，保护这里的平安。你做了一件好事啊，还行，但是我也不能这么过激，好吗？啊，也是对，不能当激情的奴隶啊！谢谢你的参与，希望下次光临，拜拜，拜拜。
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欢迎几位老朋友李佳琦法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琦，马渊杰法官，观众朋友大家好，沈一斐沈教授，观众朋友们好。本期合议庭，我们将共同关注毒品犯罪、偷渡、人口贩卖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5案现在开庭。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G 国的西西岛上，以真法则为首的 HFL 黑帮向芒果街发难，犯罪暴力事件频发。今夜有许多怀揣不同心思的人来到了西西岛的码头。一串混乱的警报声过后，大家在集装箱里面发现了真法则的尸体。经过各位侦探的推理，我们得知本案的凶手就是大推拿。现在，请法官为凶手定罪，并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在本次案件的量刑上呢，我们需要注意和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大推拿，虽然呢他出生在芒果，但他童年时候呢就跟随父母移民到了G国。一般来说呢，我们推断他已经取得了G国的国籍，应该根据G国的法律进行判处。按照我国刑法呢，他肯定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如果说假设大推拿没有像我们所设想的拿到G国的国籍，那他在G国境内杀死了G国人真法则，这种情况要归属于哪国的法律来进行判处？外国人犯罪的话呢，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司法管辖的问题。一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我们要根据犯罪地来确定这个案件的管辖权。犯罪地包括了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刑法第6条也有规定，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之内犯罪的，除非法律有特别的规定，都要适用本法。这个案件中呢，由于本案的发生地是在G国的码头，那么无论犯罪人的国籍是哪个国，是G国还是芒国，他都要受到G国法律的管辖。明白。在今天故事里面，真法则和皮鞋帮的何老大一直在私下进行面粉交易，其实就是一种毒品。那像这样的买卖吸食毒品的行为，除了损害自身的身体健康之外，还会为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毒品呢是全球公害，被称为现代社会的瘟疫。人一旦沾染上毒品呢，他很容易成瘾。由于毒品价格昂贵呢，很多吸毒者就会置道德法律于不顾，为了获取毒资，实施盗窃抢劫诈骗等各种犯罪行为，甚至于有的吸毒者产生精神幻觉以后，还会实施伤害、杀人等严重的暴力犯罪。对于毒品犯罪我们国家一直是秉承依法严厉打击的态度的，不断加强禁毒的综合治理。在2007年的12月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禁毒法的规定呢，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公民都应当按照禁毒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禁毒法还规定呢，国务院设立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国的禁毒工作。每年呢，国际禁毒日626这一天或者626的这个前夕，各级人民法院、各个司法机关都会开展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活动，充分的体现了国家依法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但是有一个数据也让我们非常的揪心，近些年发现我国的吸毒群体表现出一个低龄化的特点，新型毒品以及毒品这种载体层出不穷，花样百出。青少年群体该如何去分辨毒品？对于这种新形态的新类型毒品，第一个我们应该看一下它的外观是否有异常的或者可疑的标识，或者看它的颜色，以及产品是否印有正规的品牌。如果是有一些没有听过的非常奇怪的一些品牌或者非常奇怪的一些名字，那么可能就需要引起警惕了。第二个呢，注意一下产品的这个气味，因为一些毒品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刺激性的一些气味。第三个呢，提高一些警戒心，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来讲，警惕一些突然出现的对你示好的一些所谓的好心人，你要尽量的避免去这些场所，比如说一些酒吧不正规的 KTV， 这些场所的鱼龙混杂，可能接触毒品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而且被别人欺骗、被别人引诱去使用毒品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某一种物品可能是新型毒品，首先第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有自己和身边的人不要去食用、不要去饮用这些可疑的这个物品，以免上当受骗。其次呢，还应当主动的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说相关的司法机构来检举报告。现在新型毒品相对于这个海洛因这些来说，因为是化学合成的，它其实更容易产生精神依赖，特别是青少年，他的大脑发育这些都不健全了，所以呢，可能产生的危害就更严重。
根据刑法的规定啊，刑法里面的毒品不仅包括传统毒品，而且也包括其他的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一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比如说这个有的在校的中学生，他为了缓解精神焦虑和心理压力，会长期过量的服用所谓的一种药，叫做聪明药。你吃了这种聪明药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会导致你的这个神经高度的兴奋，在考试期间注意力高度集中，打起精神来，不会中途犯困。你从它的这个症状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种形式的精神药品，它对你的神经有一种兴奋作用。很多的聪明药里面都含有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未成年人来滥用这种精神药品，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性。我们也接触过一些案件，有一种麻醉的针剂叫做聚元酸芬太尼，但是有的不法分子就把这个聚元酸芬太尼这个针剂非法的开具以后，去流入这个毒品市场。因为有的吸毒分子他可能接触不到、买不到这个毒品，他可能就会滥用这些麻醉药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医疗领域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剂量即毒量，你合适的剂量以内，它就是一种药，但是一旦被滥用以后，它就是一种毒了。对，然后我觉得不仅是国家层面要更多的关注这个问题，从家庭教育来讲，很多的家庭在青少年、初中、高中，所有父母的话题关注点全在学习上，那这个其实会对孩子来讲造成双重的压力，因为他在学校里本身已经有压力，所以这种双重压力下，那他就很容易出现精神方面的各种的问题，就很容易走心。所以我是特别希望父母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心理的健康，它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了心理健康，才有后面长期的发展。没有心理健康，对未来来讲，依然是会有很多的困境在里面的。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常常会看到，毒贩们为了藏毒，为了运毒，绞尽脑汁，不管是用人体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形态。在经手的这些案件当中，有哪些这样的藏毒形式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我们很多办的案子能发现呢，他们在交通工具的油箱啊、后备箱啊、座位夹层当中藏匿，还有的利用国际寄递啊、物流快递啊、同城跑腿啊等等混装夹带。现在在这个边境地区呢，还出现了利用无人机运输，在地下挖洞潜入境内等等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手段。去年深圳海关呢还破获了一起案件，就贩毒分子呢将冰毒塞进透明的塑料软管，编织在地毯里，在外观上看是没有任何的异样，但是海关工作人员呢用牙签取样检测以后呢，就发现毒品阳性，在最后呢是发现地毯里整整藏了23斤的冰毒。还有一种就是利用人体藏毒，之前也有是一名男子在经过海关的时候呢，扫描显示他体内有那种鹅蛋型的物体，后来送往医院以后呢，排出了89粒的可卡因。这种活体藏毒的方式呢，既违反了法律，在道德上也是非常残忍和不人道的。是的。吸毒者和贩毒者之间在法律上有怎样的区分？包括在面临处罚的时候会有怎样的不同？吸毒者呢，触犯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2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违法行为人可以被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的罚款。而贩毒者呢，就是直接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罪行极其严重的，还可以被判处死刑。中国其实在毒品管控上是非常的严格的，在其他的一些欧美国家，它会对毒界定本身就很不一样。比如说大麻这个东西，很多的孩子出国以后，其实学业没有好好的进步，反倒沾染了很多非常多的不良的习惯，甚至不可逆的后果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需要值得重视的。除了像出国留学之外，其实我们出国游玩的各位游客在海外的时候也要注意。对。大家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在国外抱着好奇去尝试，又或者是误食，不小心接触到毒品，回到国家之后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更不能把这些东西再带到国内来。对。禁毒工作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是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我们这个毒品禁毒的教育、宣传教育非常的重要。对我们对毒品的管控、对暴力行为的管控、对暴力行为的打击，
非常的安全。但是一旦你居住到国外以后，可能会面临非常多的问题。在一些案件里面接触到，有一些人在过关的时候可能会有旁边的一个人说我的行李超重了，能不能帮我拿一下？结果出于好心帮助别人拿了行李，结果入关以后经过一查验，发现里面藏有毒品。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走私和运输毒品都是故意犯罪。刑法里面的故意犯罪要求主观上是明知的，就是你第一你要明知这个行李里面有毒品，那么第二你明知有毒品以后，他故意的去实施这个走私和运输行为，那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像类似的这种情况，你被人蒙蔽了，你并不知道这个里面有毒品，如果能够查证属实的话，是不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的。但是我们的善意被别人利用，来用于走私运输毒品，而且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这种情况也需要引起大家的警惕。除了刚刚我们所聊到的贩毒这样的案件之外，在故事里面，勋仔和怡老板都是芒果人，他们呢是或自愿又或是被动的以偷渡的方式来到了G国，所以这种偷渡的行为又会触犯怎样的法律？偷渡行为毫无疑问是一种违法行为，严重的也可能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322条的规定，违反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的，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偷越国边境罪的这个刑法。为了参加恐怖活动组织、接受恐怖活动培训或者实施恐怖活动偷越国边境的，有可能会被处以更重的刑罚处以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是有目的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就是你已经职业化了，同时你还组织了别人去偷越国边境，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有可能构成刑法规定的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罚会更高，有可能会被处以2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会被处以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如果是在旅游过程当中无意中越过了边境线，这种情况也会算作违法吗？如果行为人能够及时发现并且主动返回，一般它不会涉及到触犯刑法，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进入邻国的军事禁区或者其他敏感区域的，那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一些后果。明白。现在呢，非自愿偷渡的情况越来越多，就像故事里面的这个姨被自己的爸爸卖去了G国，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出国去正常的工作旅游，结果无意中就上了贼船。像这样的情况，也想请2位法官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公安机关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呢，也深挖了一个专门从事人口贩运的犯罪集团。这些骗术就是在群聊中，比如发布招聘演员剧组工作人员等虚假信息，为有意向的人员呢购买机票、安排车辆等等方式骗他们上钩，最终贩卖到各个电诈园区。卖过去以后，可能就会被强迫进行电信诈骗，甚至于遭受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悲惨的遭遇。现在的很多的诈骗让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它是我正常的工作需求，对，是我正常的旅行，结果你很了解我的这些情况，就把我给骗了，这个就让我觉得防不胜防。诈骗形式这种多样化，我们到底怎么办呢？现在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了这个精细化、专业化、团伙化和网络化的特点。之前我们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是追查它的赃款的流向，被害人的款项打到了这个犯罪人的账户里面，通过这个账户很快的就能锁定这个作案人，然后把他抓获。现在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类型，因为随着我们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这个完善，这个反洗钱、反诈骗的这个转账要求非常严格。但是现在我发现有的诈骗活动，他让你去买黄金，他叫一个这个顺风车过来，让你把黄金交给顺风车司机带到某某地方，然后接黄金的这个人也不是电诈分子，也是职业的帮助他们实施这个诈骗犯罪的人，所以这个追查难度就非常大了。另外呢，为了诈骗达到目标这个诈骗团伙还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大量的收集这个潜在的被害人的个人信息，通过分析收集到的大数据，诈骗人和诈骗的团伙能够精准的摸出被害人的大体的情况。对，就像这次的王鑫的事件，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剧本。对，我们现在来说呢，公安机关公检法都是加大了对电信诈骗的这种宣传，特别是这种犯罪分子的各种伎俩，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也出台了很严格的法律规范和规定。那从公民个人来讲呢，不要随意泄露你的这个公民个人信息。从这个网络平台，包括从国家层面来讲呢，就要加强对这个大数据的监管，保护好这样的信息安全和数据安全。
关于诈骗这个犯罪的防范问题，还涉及到我们一个对被害人的一个认识方面。很多被害人骗了之后，他不想去报案，也不愿意去报案。一方面可能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的侦破难度有关系，第二个是证据收集的难度。像面对面的诈骗，你固定证据很容易，但是电信网络诈骗，你被骗了多少钱，以及被骗的这个过程，你想收集的证据其实很难的，这是电子证据。第三个方面，我觉得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诈骗被害人的一个污名化问题。有的电信网络诈骗被人叫做杀猪盘，被害人被骗的本身是一个刑事犯罪的被害者，我们现在在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他可能更不愿意去报案了，非常不利于这个我们侦破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相关的一些犯罪。这方面我觉得一定要避免对于这个刑事案件被害人的一个二次伤害，一个污名化。另外一个方面呢，针对老年人的一些这个诈骗犯罪，以这个养老啊、投资啊相关的一些名义来专门诈骗老年人。有的案件被侦破了之后呢，这个老年人很倔强，就说我知道，我也觉得他不太对，但是他就是对我好，我就是信任他，我就是愿意把钱给他。一方面我们对他们提供的帮助不够，没有给他们这个提供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导致他们这个防范意识不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对他的陪伴是不是少了一点，导致有的犯罪分子他摸清了这个老年人的个人信息之后，摸清了这心理特点，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嘛，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不仅是这个国家机关，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应该做一些工作，做一些事情来防范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对，而且针对不同年龄层，你要采取不同的这种宣传手段。这一次王兴事件之后，中缅泰三国也是对于妙瓦底电信诈骗的园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围剿整治。我们国家这种打击跨境诈骗上面做出了怎样努力？可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在2024年的6月。最高法院跟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呢联合发布了一个司法意见，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总结了一下这个近年来我们打击跨境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的一些办案的经验和法律适应的问题，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对于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我们明确要坚持依法从严惩处的这个总体的原则，特别是被害人保护这方面，我们要全力的追赃完损，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见还明确规定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案件办案中的法律适用、证据收集等方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建立工作体系机制的一些要求，为我们打击这类的犯罪、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呢，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咱们国家呢，与其他国家一直不断的加强警务执法合作，相当一部分这个诈骗犯罪分子被抓获以后押解回国，正在接受这个法律的惩处。2024年8月到12月。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国执法部门开展的联合打击区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包括拐卖人口等一些延伸的这些犯罪的专项行动。目前呢，各方呢共破获了以电诈案件为主的各类案件呢达160余起，逮捕犯罪嫌疑人7万余名，解救受害人达到160余名。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电信诈骗的这种跨国联合行动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对于被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该如何对他们进行这种量刑定罪？比如说真的是被骗过去，然后被迫在那里从事这一系列行为，或者是主动要进行这种电诈，该如何去区分？然后在这种不同情况下，会在量刑上面有不同吗？刑法一直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根据这个每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罪责大小来确认他的刑事责任。对于这些被捕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司法机关呢会依法根据犯罪分子的客观行为和主观方面，区分不同的情况进行定罪量刑。如果一个人是被诱骗的，那么他的本意可能是不愿意从事这个诈骗活动的，在遭受胁迫的情况下呢，他不得不进行诈骗活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根据刑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可以认定为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与犯罪的胁从犯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甚至是免除处罚。但是有的人呢，一开始确实是被迫从事诈骗活动的，后来在诈骗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自己产生了继续实施犯罪的主动意识，积极主动地从事了诈骗等刑事犯罪活动。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不能免除他的刑事责任。如果是属于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分子的话，那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刑法严厉打击的对象，要坚决的予以从严惩处。很多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它可能不是单纯的一个诈骗活动，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暴力犯罪，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绑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这一些犯罪行为。那如果有这些犯罪行为的话呢，还有可能会构成绑架罪啊、故意伤害罪啊，或者故意杀人罪、拐卖妇女儿童罪，有这一类的犯罪行为的话，也要予以坚决的从严惩处。加西法官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可能在这个拐卖人口过程当中，
它会涉及到拐卖妇女儿童罪。如果买卖的人员只有男性，我们国家刑法还有一个就是强迫劳动罪，让他在这个环境下强迫劳动啊，这些啊也是有可能构成强迫劳动罪的。伴随着我们今天的讨论，会发现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围绕着一念为善，一念为恶。就像毒品不是通向幸福的阶梯，而是带人堕入地狱的一个镣铐；而偷渡后迎来的不是繁华多金的世界，而是未知的罪恶和深渊。所以也希望各位观众能以暗为鉴，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纯净，远离负面信息和不良诱惑，珍爱生命，向阳而生。那么我们本期的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大侦探时光季假粉二创大赛，大侦探时光季联合微博发起大侦探时光季二创大赛主题活动，4大创作板块等你接榜。板块1视频二创，瓜分1000元奖金池；板块2图文二创，官微翻牌惊喜奖品；板块3小卡二创，有机会被收录至大侦探时光卡册；板块4不局限形式，欢迎假粉们大开脑洞，尽情创作。快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时光季二创大赛”，大侦探发布你的二创作品吧！优质作品还有机会被翻牌，进入节目正片哦。这一期描绘的都是一些特殊的年代背景下的一些边缘人，在这里面也能看到他们的爱恨情仇，然后也能看到一些更恶的一面吧。李老板的这个角色，其实我是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也很勇敢的一个角色。他在这里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家，这种很坚韧的品质，从心底里为别人着想的出发点吧，是很纯粹的，也是非常打动人的。比如说像和他承载的是家族的使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家族。像大呢，他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家族的这个拳馆传承下去。即使他经济条件不好的时候，他也在想我要努力的赚钱振兴，把家族的这个事业给他复兴出来。整个芒果街，它可能都是来自于芒果的人，他们一起互相的扶持。它表面上可能是一个交际花这样子，可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他也是为了生活才变成了这样子。自己淋过的雨又不想让他身边的小姐妹淋，他就会把他们保护得很好，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传授给他们，以防他们去吃亏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能够给人带来治愈，能够给人一些安慰，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力量。但是故土是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到最后一刻最想回去的地方，因为心就在那儿。人在江湖能够真正的彼此依靠，我觉得这一点是动人的。虽然在他乡我们要互相照顾，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强的。正义的人站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家的想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生命会碰见很多的机遇，有长有短，但是只要是精神一直在，它就会永流传，能够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这个精神而特别的勇敢，为了自个儿的信念而去一直努力奋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和独家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大侦探，并参与讨论，和微博侦探团一起在线高能探案。短视频特别合作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中国邮政、同程旅行、百度 App、百度百科。